女孩从小就知道她的脸长得不像豪门千金，直到18岁生日，真千金拿着亲子鉴定回来认亲时，养父母当即变脸，连夜把女孩送回了乡下。大哥江毅更是当着她的面吩咐道：“你们跟着江雅上楼收拾行李，不要让她带走家里的贵重物品。”可女孩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只打出一个电话。在2个佣人的监视下，江雅简单收拾了书本，连身上的礼服和珠宝首饰都换了下来。江毅倚在门口一脸不耐烦，随后从兜里抽出200块钱扔到他身上。外面雨这么大，你拿去找个宾馆先住一晚上吧。江雅没去捡钱，而是淡淡的看了他一眼，拎着行李转头就走。雨势渐大，他的身影显得极为单薄。江思思一脸担忧，外面还下着雨，我好像忘了和姐姐说乡下的地址了。江毅面色微变，2分钟后开着车从江雅旁边路过，溅了他一身的水才在前方停下。江毅按下车窗，上车。江雅瞥了一眼街对面，那里也停着一辆造型古怪的跑车。如果我不跟你们走了，江毅使出杀手锏，你难道不想快点见到自己的亲人？这句话确实触动了他。好，我上车。在江思思的指路下，江毅找到江家村并不难，对面的跑车也迅速掉头跟了上。与此同时，手机响起来，大小姐，你是不是上错车了？江雅语气里夹杂着戏谑，没有，江大少要亲自送我回乡下。电话那头都没忍住吐槽，卧槽，他是生怕你赖着不肯走咋地？我不知道，你先回去。那头的人骂骂咧咧挂了电话。江一听转过头质问，谁给你打的电话？话音还没落，就见江雅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闭上了眼。回乡下的路并不好走，大概凌晨3点，他们才终于到了江家村。车身上被溅了不少泥点。江毅下车的时候满眼嫌弃，就这种破地方，他这辈子都不想来第2次。江雅，车开不进去了，我们就送你到村口吧。江雅还是低估了江毅的无耻程度，他连江二伯家在哪里都不知道，这大半夜的怎么找人？江二伯家住哪？江毅也被问得一愣，他也不知道。江思思刚想说话，就听见一个声音响起：“你们找谁？”江毅和江思思都吓得一哆嗦。在汽车大灯的照射下，出现一个淳朴老农。江思思也认出了来人：“二伯，我是思思。”思思呀，差点没认出来。你不是打电话回来说你是被报错的，找到亲生父母了吗？江思思不知道怎么解释，他看向江毅，江毅道：“我们送江雅回来，她才是你们家的女儿。”江二伯惊讶道：“哪有大半夜把人送回来的？”江毅已经不耐烦了，好了，人已经送到了，我们就先走了。他粗暴地把江雅的行李扔下车，转身就打算走。雨下得这么大，你们跟江雅回去，等雨停了再走吧。江二伯把锄头上挂的篮子拿下来，我看你们亲自把人送回来，我们也没准备什么谢礼，这是我刚捡的山货，如果你们不嫌弃，就带走吧。江一看也没看，不用了，谢谢，我们用不惯这些东西，我们也不缺，留着你们自己吃吧。没等江二伯再说话，江一已经开车走了，还丢下一句：穷乡僻壤能有什么好东西？山上采的破烂玩意也好意思送人？江二伯敛了笑脸，这家人看着挺凉薄啊。江二伯转头看江雅，浑身几乎湿透了，头发贴着脸，但看得出是个很漂亮的小姑娘，眼里没有对陌生环境的恐惧，也没有对乡下的嫌弃，只有平静。不知怎么，江二伯鼻子一酸，有点心疼。你叫江雅？江雅瞥见了江二伯的篮子，一眼就看到一朵超过碗口大的灵芝。江雅眼神一闪，这可是纯野生的灵芝。江启源好心送人，却被江毅嘲笑说是破烂玩意。江雅在心里唾弃江毅的不识货，却又庆幸这样的东西给江毅是糟蹋。我叫江启源，你叫我一声二伯就行，前面就到你家了。江启源带着江雅走了大概10分钟，来到了村子里最大的宅院前。这房子虽然看着有些年头了，但沉寂在黑夜里也能窥见几分大户人家的气派。江雅没想到江家村看着穷，却隐藏着这样的底蕴。江启源敲着大门的铜环，奶奶来了。里面有老太太咳嗽的声音。大概过了2分钟，门吱呀一声从里面打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出现在江雅面前。她穿着半旧的棉麻，外面披着一件素色外套，皱着眉。江启源，他是谁？大半夜不睡觉，扰人清梦。江雅自我介绍道：“我是和江思思被报错的江雅。”老太太半眯起眼，打量半晌才让开身子：“你进来吧，江家大半夜就把你送回来了。”真千金回来了，我这个鸠占鹊巢的假千金，自然应该回到自己家。江雅也算是陈述事实，这话落在老太太耳朵里，就成了江家接回了亲生的，就把她孙女连夜赶了回来。岂有此理！她虽素来与江思思不亲近，却从未刻薄过孩子。老太太又瞥了一眼江雅还拎着个篮子，你拎着这些玩意儿干什么？江雅觉得老太太不识货，这些可都是宝贝，名贵且稀有的中药材，稀有，满山都是，你以后想挖多少挖多少。老太太十分不当回事。江雅瞪大眼睛，上个月有人需要品质上乘的何首乌，可是找了好几个省都没找到，这里的人还守着一座宝山呢。那这山是谁的？都可以随便挖。江启源看向老太太，这山就是奶奶的，也就是你们家自己的。江雅虽然不理解，但大感震惊。她原本以为江思思被报错可能过得很惨，所以江家迫不及待想把她赶走，可没人告诉她，老太太坐拥宝山啊。第2天午觉睡到晌午，江雅披着外套出来，刚到院子里，厨房传来了饭菜的香味，可老太太却躺在走廊的摇椅上。奶奶！江雅揉了揉眼睛，带着浓浓的鼻音喊了一声。厨房里这时候钻出来一个中年妇女，满面笑容，这就是咱们真正的千金小姐了吧？生得可真好。江老太太皱眉，这都什么年代了，别乱说话。她叫江雅，你叫她小雅就行。小雅，这是你江启源二伯的媳妇，你叫二伯娘。老太太帮着介绍。江雅赶紧喊了一声二伯娘，好好好好，真乖。二伯娘在口袋里摸索，抓出一个玉佛，这是你堂哥在外面带回来的，我一个半老虚娘，戴着不好看，倒是挺衬咱们小雅。江雅瞥了一眼玉佛，
水头意外的不错，赶紧退开2步。二伯娘，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有什么不能收的？二伯娘把脸一拉，你堂哥出去闯荡做生意的本钱还是奶奶给出的呢，这玉佛你收的再合适不过了。江雅已经迷惑了，这村子里的人到底是有钱没钱啊？昨晚上二伯那打扮就是最朴实的农民不过了，可今天二伯娘随便拿出一块玉佛来，价值都是过万。在老太太点头示意下，江雅收下了玉佛，还附赠一个甜甜的笑脸。走进屋吃饭，饿了吧？二伯娘见他们不见外就更高兴了，她可是看出来了，奶奶以往对江思思不甚亲近，但对这个亲孙女那是藏不住的喜欢，不然今儿一早也不会让她过来帮着做午饭了。八仙桌上4菜1汤，凑成了一个5福临门。汤是老母鸡炖的野山菌，闻着就香气浓郁，蔬菜翠绿，鸡蛋嫩黄，每个菜看着都十分可口。今天中午将就对付一口，晚上开祠堂让你正式认祖归宗。江雅眨眨眼，奶奶你就不怕我是假的？老太太弹了一下她的额头，你长得和你妈像，但也像你爸，而你爸像我，还有血缘这个东西没道理可讲。她一直怀疑江思思不是亲孙女，却因为某种原因不敢去查证，直到现在亲孙女被人送回来，老太太不自觉就亲近江雅，笑眯眯道：那我也像奶奶，都是大美人。老太太愈发高兴，2个长辈还怕江雅吃不惯农村的饭，却不想江雅直接干掉了2碗饭，汤也喝了2碗。二伯娘看江雅的眼神越发像看小可怜。小雅，你在江家过得这么惨，连饭都不给你吃？江雅尴尬地摸了摸鼻子，那倒不是，昨天本来是江家为江雅举办成人礼，但江家的儿子带回了江思思，来龙去脉江雅只简单说了几句。老太太沉下脸来，原本还想感谢江家到底养了孙女18年，家境又富裕，给他们准备的礼品都是最好的。现在看来，江家对他亲孙女远没有他想的那么好，那这礼品也得降级。下午，江启元匆匆来到老宅。奶奶，祭品都准备妥当了，还有您说要送给江家的谢礼，我也都准备妥当了。这是红果树下的老山参，60年份的，碗口粗的紫灵芝2朵，何首乌60年份的，冬虫夏草2条，1克的，一共挑出了6两。江雅听得直咽口水，这些年她在江家见过的好东西不少，但第一次见送礼这么豪横的。听听人家那冬虫夏草的大小都是匀称的，送给江家那等不识货的就是暴殄天物，谢礼换掉。江启元愣了一下，您之前不是说了，江家人看不上咱们家的破烂玩意，连夜把江雅送回乡下，这显然惹恼了老太太。原本他是打算谢礼准备的厚一些，也是结个善缘，既然人家不需要，那就算了，他们有眼无珠，那就换成普通的山货吧，咱们乡下人也拿不出好东西。江雅差点没笑出声来，这差距太大了。老太太转头又道，把这些药材都给小雅。江雅完全没想到天上会掉馅饼砸她头上，你不是很喜欢吗？老太太看着江雅，不要就算了，那必须要啊，我要，谁也不能跟我抢。小姑娘可爱的样子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好了，你拿着玩去吧。接下来大家都很忙，要准备晚上祭祀给江雅上族谱的事，几乎全村老少都来了宅子。下午4点祭祀正式开始，老太太打扮十分端庄，让江雅跟在自己身后点香祭拜，包括在族谱上添上江雅的名字，都由老太太一人完成。江雅想，这种讲究宗族的地方，很少有女性能进祠堂的，更别说祭拜和举行祭祀礼了。你是不是好奇为什么祭祀由奶奶完成？二伯娘似乎看出了她的想法，江雅小幅度点了下脑袋。因为奶奶是我们家的女族长，奶奶威武。江雅已经说不出别的词来表达自己的震惊。正在这时，老太太朝江雅招手，她正要上前，就听见一个小孩在喊：姑奶奶，思思姐回来了。江思思又回来了，她可真能折腾。江雅下意识朝小孩看去，就见江思思扶着江夫人、沈银山还有江毅一并朝这边走过来。沈银山一边走一边四处打量，思思，你以前就住在这种地方？哪怕只有短短1天时间。江思思已经鸟枪换炮，身上的衣服至少5位数，脖子上更是戴了一条蒂芙尼的项链，手链也是配套的，发卡都镶嵌了珍珠，看起来成了真正的豪门千金。反观江雅，从珠光宝气的豪门千金变成了乡下村姑，脖子上除了二伯娘今天送的玉佛，一件多余的饰品都没有，连头发都只是用木簪挽起来的，还是老太太亲自给江雅梳理的头发，衣服也是穿的不知道哪个年代的老款式。妈妈，这就是我长大的地方，刚才小石头说了奶奶在祠堂，我们过去吧。好。沈银山眼里闪过不屑，果然越穷的地方越迷信，都什么年代了还供奉祠堂吗？一眼就看到了祠堂里面的老太太，他看到江雅站在老太太身边十分和谐，多少有点心理落差。奶奶，我回来了。江思思抬脚就要跨进去，却被江启元拦住了。思思，如今你已不是我们江家的人，不能再进祠堂。江思思小脸一摆，二伯我虽然被认回家了，可在我心里我依旧是奶奶的孙女，我以后也会孝顺奶奶。这话江思思不只是说给江家村的村民听，更是说给江雅听的。规矩就是规矩，外人不得进江家家祠。江启元铁面无情，江思思只好看向老太太，奶奶你也不要我了吗？江雅都想抱着手臂看热闹，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不是江思思先跑去江家认亲的吗？现在竟然先指责起奶奶了。不是我不要你，是你和小雅被告错，现在都回到各自家里不是很好？老太太神色冷淡，不为所动。江思思泪眼婆娑，不是这样的，我只是从来没见过爸爸妈妈，别人都有爸爸妈妈，我也想。他还没说完就被老太太打断，那你现在有了。江思思，做人应该知足。沈银山看女儿都哭了，只觉得这老太婆在欺负人。思思你别哭，你是我的宝贝女儿，妈妈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既然人家不肯认你，你也不必用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你可是他们江家的掌上明珠，不是什么乡下人都配做你的奶奶。这话大家都听出了沈银山对老太太的鄙薄，江家村的人都对沈银山怒目而视，老太太却不以为意。这位夫人说的对，我的确不是江思思的奶奶，就像她不配做我孙女一样。此刻江雅想鼓掌，漂亮，老太太对的太爽了。江夫人平时对她可不怎么样，她甚至怀疑沈银山早就知道她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沈银山眼睛都气红了，他还从来没遇到这么不给她面子的人。
何况是一个乡下老太太。小雅，你也觉得我不配当你妈？沈银山矛头直指她。江雅也不示弱，江阿姨觉得我配做你的女儿吗？沈银山被她一口阿姨堵得心慌，虽然她没说出口，老太太却看出来了。来者是客，起源先邀请客人入席，请客人在外观礼。老太太可没心情和沈银山吵嘴。祠堂外面的庭院早就摆好了席位，沈银山还生气想走，江思思拉住了他。妈妈，我们就先留下来吧。沈银山拗不过女儿，只好憋着一肚子气坐下。旁边的江毅倒是早就坐了下来，目光直勾勾盯着祠堂里的江雅。回到这样的地方，他既没有哭鼻子，也没有半分不适应。祠堂里，老太太亲手将江雅的名字写进族谱，当场宣布，从此以后江雅便是江家少族长，待她须得像待我一样。少族长好！站在祠堂里的不管男女老少，齐齐对他行礼，这让江雅大受震撼。坐在院子里的江思思一愣，心里泛起丝丝不甘。她在奶奶身边长大，可奶奶从未承认她少族长的身份，现在江雅一回来就迫不及待地给她身份，这让她有种落差感。什么少族长，还以为自己活在封建王朝呢。沈银山嗤笑，江思思也赞同沈银山的话，心里稍微好受了点。祭祀结束就该开席了，男女老少迅速把席位坐满，大家都没动筷子，而是望着族长。老太太端起酒杯，天佑江家，愿江家子孙五运昌隆，万事亨通。大家跟着举起酒杯共饮，开席。老太太一声令下，众人才动筷子，整个宴席都很热闹，只除了沈银山和江毅、江思思三人，他们仿佛与今天的人青面格格不入。沈银山看到这一幕，替女儿不平，女儿在这里生活18年，村民们却忽视她，只给江雅敬酒，这分明就是排挤江思思。沈银山把碗重重一放，想要拉着女儿走人。江老太太听见了，她不紧不慢放下碗，不怒自威的模样让沈银山呼吸一滞。小雅，去给你养母敬茶，感谢她18年的养育之恩。江雅看起来特别乖巧，就真端了一杯茶。沈银山刚要吐出口的话，现在不得不吞回去。江阿姨，我敬您一杯，感谢您多年来的照顾。沈银山听到称呼，脸上浮起勉强的笑容。小雅，你真的要和思思争身份吗？江雅看了江思思一眼，我还叫你妈，对江思思来说好像不公平，还是叫阿姨吧。沈银山下意识看向江思思，就见江思思垂着头，但眼睛微红。妈妈，我没关系的，您把姐姐养大，姐姐也是您的女儿。江思思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江老太太打断。我看她叫阿姨好，她有亲妈，就算江夫人愿意小雅叫亲妈，也不愿意女儿叫别人妈。这丫头从小到大都渴望母爱，现在好了，找到了亲妈，我也放心了。被江老太太这一打压，沈银山想指责江雅的话说不出了，他也看出了江思思不希望他再认下江雅，那么不提也罢。等吃过饭，江老太太带着江思思他们回家收拾东西。沈银山比江思思有见识，在进了江家老宅之后，也发现里面的东西都不是凡品，但他一向自视甚高，只以为江家祖上风光，现在落魄也就剩下了救火虫门面。思思，我看这家里也没你什么东西，没什么好搬的，把礼物给奶奶留下，咱们就回吧。江思思倒是听他妈妈的话，衣服鞋子都没拿走，就带了老太太提前送的18岁生日礼物，还有从小睡到大的枕头。看到他拿枕头出来，沈银山恨铁不成钢，思思，你抱着这玩意儿干嘛？家里的床品都是配套的，这个枕头就留给你姐姐了。他嫌弃的嘴脸大家看得一清二楚。江老太太看到那个枕头眉头微动，这是思思从小睡到大的，她愿意带走做纪念就让她带走吧。听老太太这么说，沈银山更加不满，气不打一处来，伸手去拿，没拿稳直接掉地上了，枕头滚到江雅脚边，而老太太已经黑了脸。江雅把枕头捡起来，瞬间察觉到了不对，一个小小的枕头竟然挺沉，这个枕头都用旧了，你妈妈不喜欢就别拿了。江老太太开口道，让江思思也不敢再坚持。这时沈银山又见江思思还抱着一个木匣子，皱了皱眉，怎么女儿就喜欢捡这些破烂？是奶奶送我的生日礼物，我很喜欢，是一条珍珠项链，中间还点缀着一枚粉钻，精美动人。沈银山打开之后只看了一眼，这既然是你奶奶送的，那还是给你姐姐吧，你喜欢什么首饰，妈妈另外给你买。他可不认为乡下老太太能拿出什么好东西。最后江思思拿走的只有一些书。江雅见他们走远，终于扑哧一笑，真可惜，这么好的东西他们竟然不识货。江老太太非但不生气，还点了点江雅的额头，你这个调皮鬼。江雅眨眨眼，奶奶，这个枕头不简单吧？她拎着枕头都没放下。老太太回到房间里，拿了剪刀亲自剪开，柔软的棉花里包裹着的竟然是一块沉香木。江雅看到完好的枕头型沉香木，吞了吞口水，奶奶，这枕头少说有2斤重吧？这老太太可真有钱，这是奇楠沉香，我嫁妆里的东西。老太太看起来不甚在意，江雅却在计算着沉香的价值，少说也得上千万吧。沈银山说不要就给扔了，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奶奶，这么贵重的东西你就拿来给江思思做枕头？他是真佩服老太太的是金钱如粪土。你喜欢沉香枕，我把另一只给你，这只是江思思从小睡到大的，老太太可没打算把用过的再给亲孙女。我当然喜欢。欣喜过后，江雅又摇头，沉香枕不只是助眠，还有极高的药用价值，我身体挺好，睡着好像有点浪费，倒是您老这年纪很适合。江老太太摇头，你自己拿去玩，不睡放柜子里也行，那就谢谢奶奶了。江雅也不扭捏。另一头，沈银山带着儿女刚到村口，就遇到一辆迎面开来的豪车，车里下来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偶有2根白发，但看起来十分精明。请问是江家人吗？听说里面就是江家村。中年人下意识以为这停在村口的就是江家人的车。沈银山一脸迷惑，你认识我们？不认识。听说江家姑奶奶江万堂住在这里，你是来找那个老太婆的？沈银山差点嘴瓢。
想到女儿对老太太还有感情，他又把话咽了回去。你们找我奶奶有什么事吗？中年男人一脸惊奇，原来是江老太太的孙女。那江小姐能带我们去见见老太太吗？我家少爷听说江老太太手里有一对沉香枕，想求老太太割爱。江思思不懂什么是沉香枕，但沈银山和江毅知道啊，怎么可能？她一个乡下老太太，手里怎么会有那么贵重的东西？沉香一克就上万了，若是一对沉香木做的枕头，那该多值钱啊！所以沈银山下意识否定。中年男人闻言，江小姐您不是江家人，若真是江家人，怎么不知道江家祖上豪横？江家到了江万堂这一代就她一个女儿，当年的江家太老爷更是从女儿出生就开始给她准备嫁妆，搜集了各路珍宝，古代皇帝嫁女也不过如此，沉香又算得了什么？江思思直觉不对，你们怎么知道我奶奶手里有沉香枕？她想到了自己留下的那个枕头，在她小时候，老太太用厚厚的棉布把枕头缝了起来，但她记得里面好像确实是木头，而且枕头一直散发着香味助她入眠。江小姐，天快黑了，路不好走，麻烦给他们带一下路好吗？江思思此刻也看懂了。沉香枕应该是一件很值钱的东西，如果自己留下的那个枕头真的是沉香枕，那他没带走岂不是亏了？于是当即就答应了。好，我给你们带路。江毅有些不放心，也跟着一起。沈银山这时也不甘心，他认为自己没错，那老太婆家里如果有好东西，能在乡下过这么寒酸的日子吗？所以三人又冠冕堂皇的回来。江雅看着又回来了一行人，有些远，而且这次好像还多了几个陌生人。他皱着眉头，一眼就看到被中年男人和后面的保镖夹在中间的年轻男子。什么来路？长得还挺帅。谁来了？江老太太在屋里泡脚呢，听见声音还不紧不慢擦干了脚，才穿上鞋袜出来。他打量了眼前气场强大的年轻男人，依稀从他脸上看到了2分故人的影子，许久才道：你是白家人。石业见过江姑奶奶。白石业朝江老太太行了个礼。你是白明的孙子。江老太太干眯起眼睛，故人多年不见，忽然出现，那肯定无事不登三宝殿。是白石业点头。莫非你爷爷？江老太太脸色有些不好。白石业瞬间明白了这位老太太在想什么，他有些无言以对，但还是解释：老人家还没死呢。江雅实在没忍住笑出声来，这位还挺直接。江老太太也反应过来，自己闹了个乌龙。我与你家老爷子一别已有40余年，他回帝都之后过得怎么样？你找到江家村有什么事？江老太太不是个喜欢客套的人，白石业也不擅长代替爷爷酗酒，当然打感情牌也无用。沈银山他们在一边听着，有些惊讶，像老太太这种乡下人，怎么可能认识帝都人呢？看着那白石业就知道白家条件不差，光那辆车都价值不菲。突然到访的贵客好像都暗示着这个老太太和他想象中的乡下人不太一样。老爷子患有严重的风湿，如今浑身疼痛到无法安眠。听说当年江家太老爷为您准备的嫁妆里有一对沉香枕，不知江姑奶奶可愿割爱？江老太太再次打量故人的孙子，你是听谁说的？白石业从善如流，爷爷当年下乡听人说过，江家太老爷曾经在汇丰银行抵名存了嫁妆，沉香枕确实有一对。江老太太没否认，她也看到了沈银山和江思思的惊讶，只扫一眼就收回视线。不过你来的不凑巧。白石业眉头轻皱，他的心也跟坐过山车似的。是已经送人了吗？对，送给了我的孙女。江老太太看向江颖，一旁江思思脸色不太好看。沉香枕真的是她那只枕头吗？我只能问江小姐可否割爱。白石业看向江雅，他又怎么会看不出之前带路的江思思根本不是老太太的亲孙女？沉香枕是我回家之后奶奶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我不想转赠他人，她竟然拒绝了。沈银山都忍不住说话，你知不知道沉香枕的价值？如果卖掉，你和你奶奶完全可以搬去城里生活，从此吃穿不愁。果然，小门小户出来的，连基因里都携带着愚蠢。沈银山满眼算计，江雅只当没瞧见。谢谢江阿姨的建议，我也是这么想的。白石业挑眉看向江雅，江小姐真愿意把沉香枕卖给我？当然。江雅朝他友善的笑了笑，奶奶送的礼物让我转赠他人，我做不到，但卖还是可以的。而且奶奶把2只枕头都给我了，我留下1只卖给你1只，你觉得怎么样？白石业当然想要一对，只要江小姐愿意，割爱1只也行。江雅立马去拿那个被剪掉后棉布的沉香枕，江思思一眼就认出来了，这就是她睡到大的那只枕头。白石业并未嫌弃那棉布破旧，只淡淡看了一眼，就知道那确实是老爷子需要的东西。江小姐，沉香枕价值不菲，我给你这个数，你看可以吗？从头到尾江雅都没问过奶奶的意见，江老太太也由着她做决定，2000万。白石业当场给江雅签下1张支票，在场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沈银山心里也是五味杂陈，他没想到前一秒还被他嫌弃的乡下人，现在立马变有钱了。江小姐请过目。钟叔把支票双手呈递给江雅，他只看了一眼，谢谢白先生，你是爽快人。交易达成，双方都皆大欢喜。只有江思思突然开口，姐姐，这只沉香枕是我的，它是我从小睡到大的。沈银山心里一喜，思思你说什么？这枕头是你的？如果这枕头真是女儿的，那这支票也该给她女儿才对。而且凭着这只沉香枕，他们也算结识了白少爷。是啊，这就是刚才我想带走的那只枕头。江思思一脸无辜，你怎么不早说？沈银山脱口而出，早知道他就让江思思把枕头带走，哪里会留给江雅？我之前是怕妈不喜欢，所以想留着下次再回来拿。主要是他之前不知道沉香枕的价值，当然是以讨好沈银山为主。现在知道了，他也很后悔。那么贵重的东西，明明是他的，现在竟然便宜了江雅，他不甘心。明明是奶奶给他的东西，突然就变成了江雅的。你这丫头，我还能因为一只枕头真跟你生气吗？沈银山嗔怪地看了女儿一眼，现在好了，你只要把你的枕头要回来就行了。姐姐，这枕头是我从小睡到大的，可以把它还给我吗？江思思怯生生地看向江雅，江雅嗤笑，可现在它已经是我的了，马上还会变成白先生的。江思思，你妈看不上的破枕头，你也放弃了？现在不会因为它值钱又想要回去吧？江阿姨，江家缺这点钱吗？沈银山脸一阵青一阵白，虽然他也希望女儿能把枕头拿回来，哪怕不是卖给白石业，以后也有妙用。
沉香枕具有药用价值，就算拿出去拍卖也能赚不少钱。江家虽然不缺这点钱，但江家还想更进一步，就缺人脉了。江家拥有沉香枕的消息传出去，人脉都不用他们费尽心思去建立，会有人主动送上门来。思思，那枕头既然你不要了，就送给你姐姐吧。沈一山咬牙切齿，全了大方的名声。江毅看不惯江雅的嚣张，于是嘲讽：江雅，你是想钱想疯了吗？连思思从小睡到大的枕头都要抢去卖掉。江雅看江毅的目光犹如看一个傻子。是我抢的吗？你们是不是忘了，这个枕头是奶奶的嫁妆，她爱给谁就给谁。江老太太终于开口：没错，枕头是我的，是我送给自己的亲孙女的。既然江思思不是我的亲孙女，那沉香枕就只属于小雅。江思思身体摇摇欲坠，没想到奶奶会说这么绝情的话。对不起奶奶，我只是想把枕头留作纪念，并不是贪图它的贵重。江老太太深深地看了江思思一眼。孩子，你用过的饭碗也伴随你10几年，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拿去做纪念。江思思强颜欢笑：不用了，谢谢奶奶，我下次再来看你。她一刻也待不下去。同样待不下去的还有沈一山母子3人，很快离开。白石也没看懂这家人的关系，江老太太倒是好心解释了一下，2个孩子从小被抱错，今天刚认回来让你看笑话。原来是这样，如果没有这一出，我还买不到这只沉香枕呢。他敢笃定孩子若没抱走，江老太太绝对不会同意把嫁妆里的沉香枕卖出去。江老太太笑而不语。沈一山回到车上之后，脸色就一直不太好看。江思思坐在后座都不肯吭声，他心里也后悔了。2000万啊！以前他花20块钱都要计较着。江雅去捡了他不要的枕头，卖了2000万。你睡了那么多年的枕头，你不知道它是沉香枕？沈一山实在没忍住埋怨了江思思一句：我不知道什么是沉香。江思思小声解释：我只是觉得那个枕头睡着舒服，又有好闻的香味，所以想带走。妈，你就别往思思伤口上撒盐了。沈一山皱眉：什么伤口上撒盐？我也没说什么。到底是乡下长大的，连沉香木都不认识，哪里像江雅在我们身边长大，眼界也宽。江思思抿着唇不吭声，眼神透着倔强。她也不想输给江雅，但2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不一样。她有什么办法？还有那个男人，是她从小到大见过最出众的男人，还是帝都来的贵公子？江雅会不会攀上对方？想着想着，江思思又摇头：不可能，对方那么高贵，是不可能看上江雅。妈，思思如果在你们身边长大，肯定也和我一样优秀。思思本来就受了很多委屈，咱们应该好好补偿她。沈一山倒也听进去了，你说的对，回去这个月找几个老师，至少礼仪什么的她应该学起来，还有她的才艺，虽然不要求她学很多，但也要有1、2样拿得出手。江思思默默听着妈妈的安排，她心里暗自发誓自己一定会超过江雅。这边江雅并不知道江思思已经在心里单方面和她宣战了。她坐在火炉边听白石业和老太太聊天，其实就是老太太问一些白家老爷子的事，白石业作为小辈，只要回答就好了。爷爷的风湿很严重，老太太关心白老爷子的身体，是风湿，老爷子说是年轻时候冬天修水库造成的。你奶奶呢？她身体怎么样？奶奶已经去世了。白石业沉默了片刻，奶奶去世对老爷子的打击太大，他的身体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不好。江老太太闻言倒也不意外，你爷爷他们感情很好，人还是要向前看，多开导一下你爷爷。可能是你奶奶去世之后他太孤独。白石业点头，说起老爷子的病情，老爷子的病看了好多医生都没给看好，这次来玉城除了寻找商机就是想求医。江老太太抬眼，你爷爷来了，人不来怎么求医？老爷子在酒店，他本来想亲自上门带走，但天太晚，再加上路不好走，他如今行动不便，我就替爷爷来了，还请江奶奶不要见怪。江老太太猜测，白老爷子的病可能比他想象中的还要严重。白石业接着道，老爷子说江奶奶应该认识这位神医。谁？江老太太不记得自己认识什么神医了。林离玄，林老先生。白石业看着老太太，希望从他这里得到一些消息。江老太太恍然，你想找林离玄？这个名字在他的记忆被尘封很多年了。林家当年也是中医世家，年轻时候还追求过他，但江万堂立志要掌门人入赘，这与林离玄的初衷相悖，2人就没成。后来林离玄落难，江万堂还想办法帮过他，只不过他们都断了联系好多年了，我和他们很多年不联系，恐怕帮不上忙。闻言白石业有些失望，但他也不能强求。白先生想找林离玄恐怕有些困难。江雅突然开口，你知道林离玄？白石业凝眉看着江雅，就连江老太太也看着江雅。我和之前那家的林爷爷是邻居，他是一位老中医，不过他的性格比较孤僻，像是在隐居避世。不知道江小姐说那位爷爷住在什么地方？江雅报了个地址，可是林离玄已经去世了。什么？林离玄比江万堂和白家老爷子要年长10多岁，他这个年纪去世也说得过去。白石业饶是再不喜形于色，也不免露出失望的神色。江老太太则是怅然一叹，一晚上听到2个故人去世的消息，她心里也不好受。林老确实已经去世了，连后事也是我帮忙操持的，我没必要骗人。江老太太看向白石业，林离玄既然已经去世了，你爷爷的病怎么办？看看他有没有徒弟，如果没有，只能再寻名医。白石业也头疼，老爷子的病很严重，之前一直有想办法治疗干预，但效果不佳，医生判断最迟3年他将卧床不起。就在白石业心情跌至谷底的时候，江雅突然开口，那个药酒如果白先生想要，我倒是可以给您配。什么？白石业突然看向他。江老太太的视线同样锁定在孙女身上，辨认药材这种技能她倒不觉得奇怪，可调配风湿药酒这就让人意外了。白石业的声音里藏着一丝颤抖，江小姐您说的话当真？钟叔更是激动的浑身发抖，眼神里写满了渴望。江雅唇角微勾，白先生不是一直在寻找林离玄的传人吗？白石业瞳孔猛然收缩，声音瞬间提高8度，您的意思是江小姐就是林老先生的关门弟子？
江雅点点头，直接摊牌了。确实跟着老师钻研过一阵子中医，调个风湿壮骨酒绝对不在话下。白石叶激动的声音都变调了，那真是太感谢江小姐了。江雅摆摆手，泼了盆冷水，别高兴得太早，我得先给病人号脉才能对症下药，这样调出来的药酒才有用。白石叶连连点头。江小姐明天有时间吗？老爷子现在就在酒店里。江雅扭头看向老太太，老太太一口答应，家里也没啥要紧事，你去忙吧。就这样。江雅和白石叶敲定了明天回城的安排。他注意到白石叶老是用手指按压太阳穴，白先生是不是头疼？白石叶眉头紧锁，有那么点，这个毛病折磨他好些年了，疼起来整个人都会暴躁的不行。这种时候最怕有人来烦他，否则谁倒霉就不好说了。这可是白石叶最不愿意让人知道的软肋，因此白石叶找了个借口搪塞，可能是最近没睡好。随即转向江老太太，江奶奶，我们能在这里住一晚吗？这样明天正好能和江小姐一块回城。换做其他人，江老太太才不愿意添这个麻烦呢。可这是故人的孙子，总得给几分薄面。行，我这就去给你们准备房间。然而当江雅跟着老太太一起铺床时，结果发现她在这方面简直是个废物，还没白石叶手脚麻利呢。最后眼巴巴地看着她自己动手。床铺好后，老太太和江雅就退了出去。老太太提醒道：“小雅，我看白家小子气色不太好，橱柜里有花旗参，你给他泡杯茶送过去。”好嘞，奶奶。江雅对家里的布局摸得门清，很快找到花旗参，给白石叶泡了杯茶。她敲门时，白石叶已经洗漱完毕躺下。头疼让他只能靠在床头一动不动，修长的手指死死抓着床沿，青筋都爆出来了。江雅在门外喊：“白先生睡了吗？”听出是江雅的声音，白石叶皱着眉头回应：“江小姐找我有事，奶奶看您脸色不太好，让我泡了杯花旗参茶给您。”江雅直接撂话：“您要是不方便就算了。”白石叶咬着牙从床上爬起来，拖着拖鞋去开门。插销开启的声音传到江雅耳朵里时，他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这位白先生防范意识还挺强啊，家里就他和奶奶两个女的，难不成还有人会踹门抢劫他？开门后，白石叶看到江雅那副模样，顿时愣了一下。他趁热喝了再睡。江雅瞬间变脸，把茶碗塞到白石叶手里。这茶我故意泡的淡一些，既能抗疲劳，又能提高免疫力，还有安神的效果。白石叶接过茶碗，多谢江小姐，那您早些休息。江雅说完就干脆利落的走了。白石叶盯着他的背影，为刚才脑子里冒出的那些龌龊想法感到羞愧。刚才他确实产生过一些不太好的猜测，还在是误会。他也不想得罪老爷子的顾虑，更不想和林老传人的小姑娘产生什么不愉快。另一边，沈银山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到错失了2000万，被江雅狠狠打脸，他心里就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江耀祖应酬到半夜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匆匆洗漱完倒在床上，酒精的刺鼻味道瞬间充斥整个房间，让沈银山顿时清醒了不少。他皱起眉头嫌弃道：“怎么喝了这么多酒？”江耀祖用力按压太阳穴，还不是为了那破项目，酒精上头让他脑袋昏沉的厉害。对了，你们今天去乡下了吧？江雅应该接回来了。被这一问，沈银山脸色瞬间僵住。我给忘了。他这才想起来，这趟下乡除了帮思思搬东西送谢礼，丈夫还特意嘱咐过要把江雅先接回来。江耀祖脸色立马沉了下来，到底怎么搞的？他昨天听说儿子连夜把江雅送回乡下就很不爽，亲子鉴定都还没做呢，就急着把人往外推，外人看了还以为他们江家多嫌弃江雅，到时候别人只会说江家薄情，养了18年的女儿说丢就丢。沈银山急忙解释，不是我不想接她，这事儿说起来气死人了，我今天在乡下简直快被气炸了。接下来沈银山把今天的遭遇全盘托出，你是不知道啊，那江家村的人压根没把思思当自己人看，倒是对江雅好的不得了，那老婆子还封江雅什么少族长，他们村就是思想落后。还有江雅在宴席上显摆医术出尽风头，最气人的是那老婆子家里有个沉香枕，本来是思思从小用的，结果思思想带走，他们死活不让，反而便宜了江雅。你刚才说那位白少爷是从帝都来的？江耀祖瞬间来了精神，对啊，好像叫白石叶，我就听他自我介绍了一句。江耀祖皱了皱眉，疼的坐了起来。白石叶，帝都远洋集团的那个总裁，要是远洋集团愿意跟他们合作注资，项目资金问题就迎刃而解。沈银山回忆着，我不确定是不是，但那位少爷带的表是百达翡丽，开的车是劳斯莱斯，那肯定就是他。江耀祖兴奋地坐起来又躺下，明天我亲自去接雅雅。沈银山不解，做亲子鉴定而已，打个电话通知他就行了，江雅还赶不来不成？江耀祖这人向来心思缜密，白总晚上才到江家村，连夜离开肯定不现实。他爷爷和江老太太还是老交情，老太太也不会大半夜轰人走，所以这一趟过去，8成还能碰上白石叶。只要见到本人，他有足够的信心说服对方投资。沈银山瞬间就明白了丈夫的想法，现在肠子都悔青了，要是沉香枕拿回来就好了，就算江雅死活不肯卖他那只，他也可以做主把思思的那只卖掉。这么好的机会和白董靠近了，就这么白白浪费了。不过他很快又担心起来，万一江耀祖明天去江家村，会不会暴露他当初嫌弃破枕头的事？沈银山绞尽脑汁想着如何圆谎，江耀祖则沉浸在即将拿下项目的美梦中。夫妻2个怀心思，同床异梦。江雅第2天刚起床，还没来得及洗漱，就听到江耀祖一家又来的消息，整个人都不好了。他忍不住跑到厨房找正在做早饭的二伯娘报理。二伯娘，他们怎么又跑来了？沈二伯娘已经看出门道了，说是来接你做亲子鉴定，还劝老太太一块去，费用他们出。沈二伯娘模仿着刚才沈银山的语气，不过我觉得吧，他们是冲着贵客来的。沈二伯娘虽然是村妇，但脑子可不糊涂，那夫妻俩打什么算盘，他一眼就看穿了。您是说他们冲白石叶来的？江雅朝外面瞄了一眼，江耀祖正想方设法和白石叶套近乎，
而沈银山带着江思思跟老太太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江思思还时不时偷去白石业几眼。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江雅倒不觉得江思思这行为有什么问题，毕竟白石业确实长得养眼。但其实白石业一大早起来就带着浓重的起床气，他心情糟糕透了，哪怕昨晚睡得还算安稳，现在脑袋依然突突的疼。面对江耀祖一个劲儿想跟他谈生意，白石业的怒火差点就压不住了。小雅别担心，比起思思，姑姑肯定更疼你这个亲孙女。江雅忍不住笑了，我心里有数的。二伯娘，她当然不怕江思思，老太太的态度已经明确的不能再明确了。早饭做好了，走，帮二伯娘一块端出去。二伯娘见小姑娘心态放松，也就安心了。江雅点点头，跟着端早餐。江思思看到江雅跟二伯娘端着早餐出来，立马起身凑过去，二伯娘我也帮你，她绝不能让江雅专美于前。二伯娘摆摆手，不用麻烦你，东西不多，小雅一个人就够了。江思思心里顿时堵得慌，又转向江雅，姐姐以前从来不做这种粗活，还是我来吧。也不等江雅同意，直接伸手就要抢盘子。江雅身子一闪，让她扑了个空。以前不做，现在正好学学。思思妹妹可是客人，怎么能让你动手？客人这两个字刺的江思思心里一阵发烫。现在奶奶对她的态度，可不就是拿她当外人吗？沈银山听不下去江雅这么挤兑自己亲生女思思，他以前其实挺喜欢江雅，因为这个女儿争气能给他长脸，但前提是他不能针对思思。雅雅说的没错，他以后生活环境不一样了，像在咱们家那样十指不沾阳春水可不行，现在开始学，总比以后啥都不会强。江夫人这话在理。江雅笑眯眯道，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学。沈银山顿时卡壳了，他这话本来是想提醒江雅现在不再是江家千金了，让她认清身份，可现在江雅大大方方应下，沈银山反倒觉得别扭。江老太太一拍手，好了，赶紧吃早饭吧。乡下的粗茶淡饭，也不知道石业习不习惯。白石业简洁回道，挺好的。江老太太发现白中这个孙子真没有他爷爷那么健谈，也不会甜言蜜语。江雅看向江耀祖夫妇，江叔叔、江阿姨在家吃过早饭了吧？要不要再吃点？沈银山立马摆手，我不吃。江耀祖想跟白石业套近乎，自然走到饭桌前坐下。我尝尝这个饼，都说现在吃粗粮更健康。江雅一边喝粥一边就着小咸菜啃饼，味道确实不错。二伯娘的手艺没得挑。江耀祖三番五次想跟白石业聊生意上的事，都被白石业不动声色的化解。江雅想起来，江家确实有个项目缺投资，江耀祖肯定知道白石业的身份，盯上人家的钱包了。不过拉投资拉到这个地步，说明这个项目确实没几个人看好啊。吃过早饭，江雅才关心白石业昨晚睡得怎么样。江思思一听江雅开口，目光立马在两人之间转来转去。白少不过在乡下住了一晚，就跟江雅这么熟络了。他尽量控制着不去盯着白石业那张脸看，但还是忍不住插话，白先生是不是住不习惯乡下？白石业看都没看他，只跟江雅说，睡得挺好，谢谢你昨晚的茶。江雅挑挑眉，那你该谢奶奶，要不是他老人家开口，我才懒得给你泡茶呢。白石业点点头，确实该感谢江奶奶。你跟白爷爷在玉城要待多久？我上午跟他们做完亲子鉴定，下午就有空去看他老人家，应该会待一阵子，主要看老爷子的病情恢复。白石业也不确定会待多久，但要是老爷子的病情能好转，那就继续留下治疗。江耀祖听出门道了，白家老爷子来玉城治病，会在玉城停留一段时间。白总对玉城熟悉吗？住的地方安排好了吗？要是没安排好，不如我来帮您安排。白石业面无表情的拒绝，不用，我自己安排了。我们两家现在因为孩子报错的事，关系亲近的很，老太太的朋友，那就是江家的朋友。要是你有什么需要，千万别跟我们客气。白石业淡淡回应，江先生客气了，显然压根没把江耀祖放在眼里，也没打算跟他拉近关系。两家报错孩子要真能亲如一家倒还好说，但江耀祖的妻儿明显瞧不起乡下人，又怎么可能真心把江老太太和江雅当自家人？不过同样都姓江，江耀祖对江家村那是一丁点都不了解，要是他知道江老太太祖上的来头，也不至于放任妻儿这么嚣张。大家散席后，江雅回房换了身衣服，准备跟江耀祖他们一块去做亲子鉴定。老太太虽然不做检测，但想了想还是决定一起进城。她想去见见老朋友，顺便给小丫头置办点东西。江雅担心的劝道，您又不做鉴定，跟着去折腾啥？这么冷的天，这一趟路可得2-3个小时呢。老太太笑着摆手，好些年没进城了，去瞧瞧。沈银山听了心里直翻白眼，这乡下老太太八成是想蹭他们的车进城了，说不定还想趁机捞点好处。江耀祖赶紧接话，当然可以，正好让思思和雅雅陪您好好转转，要不您坐我们车吧。可老太太还没开口拒绝，白石业的管家就过来了，江老太太，江小姐，少爷请您2位上车。老太太当然更愿意坐白石业的车，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江耀祖。沈银山酸溜溜的埋怨，老公你这么热脸贴冷屁股，人家根本不买账啊。一想到还得花钱给这乡下老太太买东西，他就浑身不自在。不过人家也不缺钱，江雅刚卖了个沉香枕，价值2000万呢。提起沉香枕这事，江耀祖眼神瞬间亮了，对啊，他怎么忘了？直接套关系没用，还能打江雅这张牌。到了亲子鉴定中心，江耀祖把江雅拉到角落单独说话，雅雅，听说白董从你那买了个沉香枕。江雅点点头，说起来，这枕头还是江阿姨和思思妹妹不要的，怎么回事？江耀祖一脸懵，不是说江老太太把思思睡的沉香枕给了江雅吗？江雅没错过江耀祖眼中的茫然，您不知道，是江阿姨嫌弃思思妹妹那枕头太破旧，奶奶这才转给我的。江耀祖闻言心里顿时冒出无名火，所以这个沉香枕本来是思思的，还可能带回江家，他白白错过了一次结交白石业的机会。这个沈银山真是关键时刻掉链子。江耀祖强忍怒火道，没关系，那本来就是你奶奶的东西，她愿意给你就是你的。
卖了沉香枕，正好让你跟奶奶日子过得宽裕些。江雅没接话，这时候她总不能说她不缺钱，卖枕头只是因为看不上江思思睡过的吧。江耀祖又正色道：“不过雅雅，爸爸有件事想拜托你。”江雅立马打断：“江叔叔，您别在我面前自称爸爸，我怕思思妹妹心里不舒服。”江耀祖卡了一下，思思是个懂事的孩子，我相信她不会计较的。江雅一脸为难，可我还不知道我亲爸亲妈会不会介意。江耀祖勉强挤出笑容：“行，那就按你说的叫我们叔叔阿姨。不过不管怎么称呼，你要知道，在我们心里，你依旧是我们的女儿。”江雅心想，江耀祖确实比沈银山聪明多了，至少没彻底翻脸之前，还会维持表面功夫。见他不说话，江耀祖只好硬着头皮继续：“雅雅，我刚才说的拜托你跟白总。”江雅皱起眉头：“江叔叔，如果您是想让我帮您在白先生面前说好话，让他投资江家项目，恐怕我办不到。”江耀祖脸色微变：“我知道可能有点为难你。”江雅直接打断：“江叔叔既然知道为难，就不该为难我。我跟白先生做沉香枕买卖，纯粹是生意关系，没有半点私交，甚至奶奶也是第一次见他。奶奶跟他爷爷是老友，跟他可不是。”江雅继续反问道：“江叔叔了解白先生吗？万一我去求情，会不会适得其反呢？”江耀祖愣了一下，江雅这话确实有道理，要是双方只是买卖关系，交易结束后就两清了，江雅再跑去求对方跟江家合作，那不是越界了？你说的对，抱歉，是叔叔想的不够周全。就在江雅以为江耀祖就此罢休时，又听他问：“听你阿姨说，你手里还有另一只沉香枕？”江雅抬眼看向江耀祖：“你也想买？”江耀祖没想到江雅还会跟他要钱，不是，我是想到你奶奶她睡眠一直不好，要是能睡沉香枕会不会改善一点？江雅明白了，这个奶奶说的是江耀祖他妈秦月，是吗？那我现在给奶奶打个电话问问。江耀祖笑容瞬间僵住，现在暂时不聊这个，先去做鉴定吧。江雅嘴角微勾，好的，没有反对，只是跟着江耀祖往前走。沈银山带着一位中年医生迎面走了，老公，老李都给我们安排好了，现在就去做吧。江耀祖感激地看向老李：“李医生，谢谢你了。”李医生推了推眼镜：“应该的，我跟沈银山是老同学，顺手的事儿肯定得帮。走吧，我们现在就去取药。”江雅先进去，江耀祖在外面等候。沈银山这才凑到丈夫身边：“老公，你刚刚跟那丫头聊什么呢？”江耀祖冷下脸来。江雅说：“沉香枕是你嫌弃破旧才不让思思戴的。”沈银山脸色瞬间变了，就知道这丫头没安好心，竟然真的告黑状。老公，这事真不能怪我。那老太太把沉香枕缝在破棉布里，看着又脏又旧。我在家给思思准备了全套新床品，要那破玩意儿干嘛？沈银山很不服气，要是老太太说那是沉香枕，我会拦着思思吗？要我说她就是故意的，舍不得把沉香枕给思思这个养孙女，连送给思思的生日礼物都要收回去。江耀祖皱眉，这次是你看走眼了。要是沉香枕在我们手里，跟白总合作也不用这么被动。我知道江雅那里还有另外一只沉香枕，我们跟他说一声，让他把沉香枕拿来。就算没有白总，应该还有别人需要吧？原本沈银山可不知道沉香枕的价值，这不是听白总说对身体有好处吗？既然有好处，肯定不止一个人想要。有了沉香枕，还怕找不到合作伙伴？江耀祖无奈道：“你以为我没想过？”想起刚才小丫头那仿佛看透一切的眼神，他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算计小辈的东西本来就是他理亏，但江雅这么不给面子，还是让江耀祖心里憋了一股气。这丫头一听说不是我们亲生的，就迫不及待要跟我们划清界限。我看啊，这么多年就养了个白眼狼。沈银山心里也堵得慌。江耀祖叹口气：“谁让江毅当天晚上就把人往乡下送？这不是让人以为我们嫌弃他吗？报错的事情跟他又没关系，你要是对他好点，他肯定会知恩图报。”沈银山满脸不服气：“我偏心自己亲闺女怎么了？那个老太太还不是偏心江雅？你让我怎么对她好？”一想到他鸠占鹊巢，跟我们过了18年好日子，而思思在乡下替他受了18年罪，我就心如刀绞。说着说着，沈银山就开始抹眼泪，江耀祖也拿他没办法。好了好了，你怎么还哭起来了？他把沈银山拉进怀里安慰。李医生跟江雅正好出来撞见这一幕，沈银山赶紧推开丈夫。老李采样结束了，老李扶了扶眼镜，笑着回应：“江雅这边已经搞定，银山耀祖走吧，该你们了。”江耀祖揽着沈银山往前走：“走吧，别胡思乱想，先把亲子鉴定做了，别让李医生看笑话。”沈银山脱口而出：“他才不敢笑话我呢。”江耀祖疑惑地看着妻子，李医生立马笑起来：“是，我哪敢笑话阴山啊？你是不知道他读大学那会儿就出了名的爱哭包，我们班上的男生都怕他，连老师都觉得他不适合当医生，这不，现在也没当成医生。”江耀祖恍然大悟，阴山心善性子软，确实当不了医生。李医生笑而不语。江雅看了江耀祖一眼，他对自己妻子的滤镜也太厚了吧。这时江思思突然凑了过来：“姐姐在看什么？”江雅回头瞅了江思思两眼：“没看什么，你有没有觉得你妈跟李医生关系挺好的？”江思思皱眉：“妈妈说李叔叔是她大学同学，关系好不是很正常吗？”江雅若有所思：“是吗？”她没多说，但心里有些地方想不通，比如李医生对江耀祖若有似无的针对，还有他对沈银山的深入了解，该不会是暗恋沈银山吧？江思思见状提醒：“姐姐，你别在妈妈面前乱说话，她会不高兴的。”“我哪里乱说了？随便一句话而已。”江雅深深地看了江思思一眼：“是你想多了。”江思思一噎，她是每次都被江雅对到无话可说。于是江耀祖和沈银山出来，就看见江思思独自坐在一边椅子上，很委屈的样子。“思思，是不是江雅又欺负你了？”沈银山下意识瞪了江雅一眼，江雅像后背长了眼睛似的，刚好转过身来。沈银山一时有些心虚，江雅只觉得十分好笑。以前在他眼里端庄自持的沈银山，是越来越不会隐藏真实的自己了。“妈妈，姐姐没有欺负我，
是我不好。后面的话江思思不说了，可谓茶味悠长。什么你不好？思思可不能妄自菲薄。这话是李医生说的，他已经脱掉了白大褂，换了一身常服，看起来斯斯文文的。江思思没想到搭话的是李叔叔，一时愣住。倒是江耀祖看到李医生出来了，就开口，采样这么顺利，还是多亏了李医生。雅雅，走吧，和我们一起请李医生吃个午饭。江耀祖大家长是拍板，我就不去了，奶奶还在楼下等我。江雅想起白石叶还陪着老太太等在鉴定中心外面，她根本没想过要继续和江耀祖他们一块。江耀祖眼神一闪，让老人家一起，他不只是你奶奶，也养大了思思，我们对他十分感激，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我们做东请客。江雅继续拒绝，白总也在呢，恐怕不太方便。江耀祖要的就是白石叶仔，你先别急着拒绝，咱们一起下楼，我去和他们说。江耀祖也看出来了，养女和他们是离了心，不然如果他听说白石叶可能投资江家的公司，怎么可能不帮忙拉拢呢？他再次后悔之前没有阻止儿子半夜把人送回乡下，这是实在干得太没水平了。好，江雅半点不担心，因为他知道江耀祖无法达到目的，他家老太太人老成精了，怎么可能轻易上当？至于白总，他虽然年轻，但看着很厉害。果然，当江耀祖亲自邀请白石叶和江老太太的时候，他们双双拒绝了。我们已经说好中午一起吃饭，下午还有其他安排，就不打扰你们宴客。江老太太和白石叶一个态度，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是感谢，对他们来说就是鸿门宴。江总，我暂时没有在玉城投资的计划，若以后有机会合作，咱们再联系。白石叶直接断了江耀祖纠缠的心思。江耀祖心里失望，面上却不能表现出来。好，希望以后有机会与远洋集团合作。江耀祖一家和李医生都离开了。白石叶才道：江奶奶想吃什么？您指路。江老太太欣然点头。我记得城东悠然巷里有一家餐馆，开了很多年，当初我爸带我去吃了好几次，他们家那个羊肉汤味道又鲜又美，一碗下肚，全身都暖和了。白石叶对美食要求不高，但他也乐得做人情，满足老太太的心愿，所以他们直奔城东悠然巷。怎么不先去接上你爷爷一起？路上老太太还问白石叶解释，老爷子的身体不适合过来。江老太太皱眉，这也太严重了。江雅则在观察周遭的环境，城东这边算是老城区了，他不常来这里，都是些老房子，建筑十分有特色。这一片可是旧时达官贵人的居所。老太太多年不曾来，发现悠然巷也变了，但依照记忆，她还是把大家带到了悠然居。悠然居与老太太记忆里并无不同，一套家居四合院，坐落在悠然巷最深处，门口俩麒麟，威风凛凛。见有客来，中年男人笑脸相迎，请问客人有预约吗？没有预约。江雅看着悠然居，怎么看都像自己家的房子而非酒楼。中年男人为难，抱歉贵客，若是没有预约，恐怕没有位置了。我姓江。江老太太突然从荷包里掏出一枚玉佩，见到这个你们老板就知道了。老太太掏出的玉佩雕刻着万堂花的样式，中年男人眼神一闪，我这就去，请客人先到凉亭稍作休息。说是凉亭，但四周拉了帘子，还有火炉并不冷。中年男人进去找到了老板庞老板，有一位姓江的老太太前来，说是您见到这块玉佩就明白了。他们一行有4人是来用餐的，但没有预约。女子身穿旗袍，披着厚厚的披风，打扮得犹如古代大家闺秀。她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怀里抱着一只同款慵懒的胖菊。姓江。瞥见玉佩的瞬间，女子立马坐起来。贵客在哪里？先请进来。说完，庞老板又立马摇头，算了，我亲自去见。庞老板风风火火地出去到了凉亭，见到了江老太太一行人，不等他问掌柜就跟着进来，替庞老板介绍，老板，这位老太太就姓江。庞老板打量着老太太，您是江万堂，沈七姑姑。万堂玉佩是江家7小姐的标志，庞老板也是听父亲耳提面命才记住的，你是庞一统的女儿。江老太太也在看眼前女子，从她略显丰腴的面容上找到了2分庞一统的痕迹。沈七姑姑好，我是庞一统的小女儿庞绿枝。七姑姑来怎么不提前通知一声？绿枝也好，早些做准备，给您弄一桌您爱吃的。庞绿枝十分主动过来，虚扶着老太太往外走，带着他们去轻易不开的私人包厢，这只有贵客临门才能启用，一般是不对外开放的。这悠然居我好多年没来了，也是不想睹物思人。江老太太笑道，睹物思人吗？庞绿枝立即转移话题，这2个出色的孩子莫非都是您的孙子孙女？左边这个是我孙女江雅，右边的是故交之孙白石叶。庞绿枝和2人打了招呼，我知道七姑姑的口味，却不知道小雅和白先生。江雅随口说了2个自己爱吃的菜，白石叶说了忌口，其他的就不管了。七姑姑稍等，我这就去下厨。庞绿枝的话让身后的掌柜都惊讶了一下，老板要亲自下厨，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得到的待遇。掌柜的把人安顿好，这才退出去到后厨找老板。庞绿枝头发挽起，已经干净利落的上手了。老板，那位沈七姑姑到底什么身份？需要您亲自招待。要知道庞一统3个女儿，也就小的这个天赋最好，继承了他的衣钵，但偏偏这个最懒，平常几乎不下厨。平时撑起悠然居的是他师兄，还有他收的一个徒弟。作为一条合格的咸鱼，他早早给自己培养了一个徒弟，平常能不动手就不动手。这悠然居是江家的，我们家做生意不过是借用江家的宅子。庞绿枝解释，掌柜十分惊讶，这竟然是那位老太太的宅子。要知道悠然居占地面积几乎像极了过去的李府，这么大的地方，他一直以为是庞家的祖坟。悠然居确实很大，我们只用了前院做私厨餐厅，后面被锁起来的地方更大。庞绿枝大概知道掌柜在想什么，那些地方之所以不对外开放，是因为沈七姑姑只租了前院给我们，不然你以为那么多顾客想进去参观，他还那么坚定的拒绝，还不是因为他自己也不能随意进出，只除了每月1次的打扫维护也都是有专人在做的。据说他们曾经是江家的佣人，
后来不是了，但依旧保持着雇佣关系。庞律之曾经猜测，他们不只是负责维护悠然居，还负责监管。如果庞家做生意有违规的地方，悠然居随时会被主人收回。江雅也在问老太太，这悠然居的老板和他是什么关系？老太太笑道，这也是你太爷爷给我准备的陪嫁。江雅震惊到双目圆瞪，只觉不可思议，老太太也太有钱了吧！这里据说曾经就是按照李府的标准修建的。如果江思思知道江老太太这么有钱，会不会后悔这么迫不及待的认亲？您别告诉我还有别的陪嫁。白石业肯定有，他家老爷子说了，江家太老爷当年把给女儿准备的大部分嫁妆都存进了银行，而且是分几个地方存的。没等老太太说，江雅摆手，算了，您别说了，我觉得时不时有点小惊喜挺好的。原本他是想告诉小雅，但既然小雅喜欢这种时不时就来一下子的惊喜，那就满足她吧。因为是贵客，上菜很快。第一道是点心菊花酥，这是庞律之的师兄做的，菊花酥层层叠叠，十分漂亮，中间还点缀着自制的蓝莓果酱，看起来就像一朵盛开的重瓣菊花。这和传统的菊花酥不太一样，漂亮到让人不忍心破坏它的美。紧接着第二道菜也来了，是庞律之徒弟做的桃仁鱼卷。最后一道菜是百鸟朝凤，这道菜是庞律之亲自操刀，用鸡做凤，鸡肚子里更是藏了乾坤，外面一圈绕着凤凰的小鸟，一个个都做得憨态可掬，才一端上来就稳稳占据了 C 位，香气更是掩盖了其他菜肴。不愧是百鸟朝凤，一如既往的霸道。江老太太露出满意的神色，百鸟朝凤可是庞家菜的一道传承菜，您尝尝。庞律之亲自拿了公筷给江老太太夹菜。江老太太衣着朴素的如同一个普通的乡下老太，但举手投足的气质把衣服的档次都拉高了。她从善如流的品尝，然后点头，有你父亲的精髓，能得七姑姑如此评价，父亲肯定会感到欣慰的。江雅迫不及待的开动，白石业也品尝起来，只庞律之坐在了老太太另一侧，与他闲聊，你父这么早就把悠然居传给你了，他去哪里安度晚年了？江老太太没接到故人去世的消息，这说明庞一统还活着。说起这个，庞律之叹气，七姑姑其实律之也是有事相求。江老太太闻言抬眸，遇到什么难处了？老人家看起来和蔼极了，但庞律之听自家父亲说过，沈七小姐年轻的时候可不是和善的脾气，是我父亲他生病却不愿就医，不管谁劝都不听。我听说父亲年轻时最怕的，可是最敬重的就是您，能不能麻烦您劝他一劝？你父亲生了什么病？江老太太直接忽略了庞律之那前半句话。庞一统从小长得胖，厨艺虽然好，但还是被小伙伴们嫌弃，也就江万堂愿意带着他玩，他几乎把江万堂当大姐，怕他也是应该的。骨癌。说起这个庞律之心情明显低落，我们一直瞒着他，说他得的是腱鞘炎，他也以为自己得的是腱鞘炎，就更不愿意接受治疗了，一疼就去打止痛针，稍微好一点，又忍不住在家里下厨。我大姐大姐夫一家跟他住一块，十分头疼。骨癌。江老太太变了脸色，她还没来得及询问，就听见外面一阵喧哗。庞律之看向掌柜，掌柜的立马道：“我出去看看。”掌柜的出来，看见几个人围在一起，在一个包厢门口，其中一个女人在骂服务生：“我朋友是在你们这里中毒的，你们这里的饭菜肯定不干净，如果今天不给个说法，我们就报警了。”掌柜上前：“什么食物中毒？诸位稍安勿躁，我是这里的掌柜，有什么事咱们好好说。我朋友吃饭吃得好好的，倒在地上口吐白沫，还浑身发抖，不是食物中毒是什么？”他这么一喊，几个包厢里的人都出来看热闹，打120了吗？也要报警的。没想到悠然居会出现这种事，不能吧？悠然居的口碑挺好的，再怎么样也不至于给顾客下毒，有没有可能是他们的食材不卫生？大家七嘴八舌，现场混乱起来。掌柜转账后，立马出言安抚大家，诸位贵客，我们在第一时间拨打了120，如果出现问题，悠然居一定做得到。但若是顾客本人，一定会在医院那边了解情况之后对大家处理。发生这样的事情让大家实在抱歉，悠然居今天将为所有客人讲我等等，刚才闹出来，你们悠然居都出现成功多了，还要是我们的敌人，你们就等着查上吧。掌柜差点被水中的父母亲直接道歉，庞卫之1000万元。江老太太带着看着小雅，哦，江雅，庞律之赶紧去，我就让小雅坐在包厢里，这百鸟朝凤凉了可小雅技术，让她跟你一起看看，说不定能帮得上忙。庞律之几乎不是奢侈，太子，小姑娘的年纪最多就不大，就算结婚因素也只是个皮毛吧。不过她还是带着江雅出来了。庞律之一出来，掌柜的神色压力。这位女士，我向你保证，如果今天你朋友是因为我们悠然居的事情，我会坚决负责。但如果查出不是我们的原因，希望女士帮忙做个澄清，免得大家误会，也能看见一个比自己更漂亮的他路的朋友，谁啊？说负责就负责。如果我朋友已经3长2短，你们赔得起吗？你们这可是悠然居的既然还能让客人，我看你们是拍的飞机。庞律之眉头紧锁，悠然居我说明白，当然能负责。是我们悠然居的顾客几乎都是出于客户，大家也都知道悠然居是这样的，还请女士不要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误会。江雅趁着庞律之说话的不知道，已经走进了那个包厢，靠近了那个躺在地上发抖。他看着脸浑身发抖，他这个症状确实像中毒，但是更像江雅突然开口，打断了原本要骂人的人。说实话，引人惊讶，矛头直指江雅探头的好像有为了事情吧。江雅觉得女人的反应太大，他看向庞律之，有手绢吗？没有抹布也行。庞律之看向掌柜，掌柜的赶紧让人找了一块干净的抹布去洗。江雅把抹布团把沾着人，防止他发作的过程就是了。说话，给他晒抹布，人就到了。江雅只觉得脑门儿疼，不晒抹布，难道3斤臭袜子？不知道是谁笑出来的，真是
他万一偷偷走到自己手中，死了赖谁？江雅没这个耐心，实在是不容易。谁说他就是他从来没说过自己有事。还有你们小丫头片子知道什么？成年了吗？江雅忍住翻白眼，他已经不在有什么关系？难道人家要把个人隐私都告诉你？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如果说出去可能会影响他们，谁会到处嚷嚷自己我是他女朋友？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女人突然理智起头，旁边一直盯着他的另一个在等待。是吗？是朱少的女朋友。朱少现在追哪个贝贝？弟弟的声音突然拔高，就是公关部新来的那个，特别漂亮。朋友的声音越来越近，他发现自己好像没有两个朋友有难道我是下人？江雅才不管这个男人是多少，他已经下人了。在确定他是弟弟之后，从随身携带的小包里拿出你们走开一点，别挡着我的路。说着，他拿出金针就往男人何苦？直接怎么结为直弟？弟弟刚要发火，旁边拉了一把，没听见小雅说别挡我。他凭什么又能偷偷扎针？万一把人家坏了怎么办？弟弟换不了。一个老头突然出现在包厢门口，他是才从回廊里走的包厢客，听说有人失物中就赶紧过来，没想到有人这样判断出了还是傻一跳。你是谁啊？你说换不了就换不了吗？老头不服，看见你是什么大小？我只是中医学的副院长邵文也是玉成中医药大学的教授。弟弟对上院长的其实真是不可，可是他年纪太小了。如果是向院长帮忙扎针，我当然相信弟弟还是小了的借口。这小姑娘年纪瘦的还有是同也担心完全是很快大家就发现了江阳的身份。朱少爷123的时候，向院长也主动站出来说，急救医生来判断既然是第一年就跟我们丢人没关系。王律师看了脸，说的还是其他时刻都夸老板大爷，只有律师就跟你们没关系了。他就是在你们这里犯的法，谁知道是不是因为你是他的？王律师脸色微变，这位女士，你这么说是本来就是弟弟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江雅打断。抽烟喝酒不良生活作息，情绪激动都会导致癫痫发作，你是导致癫痫发作的可能性。弟弟抓住了江雅的话，你也说的是技巧，又不是没错，那就让警方来查。王律师一点不怕，急救医生那头检查完，把人送上了救护车。不过急救医生返回悠然去找到邵文清，邵院长是你的下属吗？能不能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要我们什么？邵文清看了江雅，这针我可怕不了，江家的针灸手法。江雅还没答应，有人扒了开围观群。江雅女士，不是被救回乡下了吗？验出江雅的是江耀府2姐家的女儿，这位和江雅拿起确切的说，是他单方面提出江雅18岁承认被开车碾死，是经历了的一晚上没睡着，和朋友通到了第2天，得知江雅被堂哥领他论了些也就有了今天这一出。有人说悠然是一位男性，他就平时花了高价钱为男女买到了一个包厢的他呼朋引伴来这里吃饭，为的就是宣传江雅休战全球的消息，甚至这群人里还有江雅的未婚夫叶子，人都到了他身上，谁知道就看见了江雅一时也没反应过来，怎么就遇到了沈清清？他下意识在人群里猜想不到还有现在我们大屋不知道是从叶子来的事，都不是我们江家的孩子，还是江雅发现沈清清到叶子的时候和外一场，江雅立即说了叶子也死，江雅果然变了，真是来找江雅，叶子也没想到江雅才刚被送回江家，就跑回去城来找他，居然还打听到他丢了。现在看到叶子，他已经可没等他在说什么，叶子皱着眉头，江雅我不能回去，因为你的身份可能是很合适，当然不合适。沈清清突然插嘴，叶子哥你不要搭理他，他现在都不是我大伯的你的婚姻是与江家紧密相连，又不是和江雅这个假亲。庞律师看见江雅，这不是屈姑姑的孙女吗？怎么又成了假亲？没人顾得上这庞律师，江雅更是笑道，你说的有道理。江雅看到了似笑非笑的男人，不过江思思好像更不正经了，今年里光芒暗淡着，肯定都上了江雅，不管是跟你张冒牌货都没关系。我告诉你江雅，叶子哥也是高空不进，最好不要打人歪主意，这里乡下人还是趁早不敢来回的别了。如果你实在没本事，这钱拿去够你花一阵子。说着从钱包里抽出一大钱塞到江雅，江雅扫了，竟然还有个钱，这对沈清清来说是小钱，他一切生活必须都有关。好了，拿着钱你赶紧走吧，就是个大方的人。倒是有女生站出来帮江雅说话，这不好办，不如让江雅留下来一起吃个饭，好歹大家相识一场嘛。他离开江家，他一辈子都吃不上丢人这个菜。说话的人叫王江雅，直接以江雅的好闺蜜江雅被赶出江家，看来他是迫不及待的投入了人生。不如等下菜上，江雅一样的山端到外面聊。这群少爷小姐姐和不学无术，没有摸索的江城，现在就有多少把他们收了。江老太太也出现了，这年轻人实在太没教养了。而庞律师也看不下去这样说，谁说小雅吃不上丢人这个饭菜？他要是每天都可以过来，不用吃什么沈清清脸看着突然爆出来的谁啊？说他可以丢人，是丢人这个老板。对啊，什么人都敢去江雅。是嘲讽江雅。庞律师冷笑，我
我就是悠然居的老板，而你们今天的订单取消了，以后也不许再来。像你们这种客人，我们悠然居是不接待。你们理解？一群纨绔子弟的笑声戛然而止，谁也没想到旁边是悠然居的老板，他们一群富二代对悠然居的老板感兴趣，而江雅却不错。大家脸色都十分难看，纷纷看向江雅。江雅这才扬了扬手，笑容谢谢江二小姐的慷慨，之前确实跟我花钱，脸色难看，伸手就要把钱抢回来，可他的动作又不可能太过分。江雅稍微一侧身，人头就够不着他了。江二小姐说话不靠谱，给出来的钱还想收回去，是负责。不要了，我付的钱我结了，还要等悠然居，我都不会来。电池跟我们走，换个地方吃饭。看向电池，电池也是领子，他是第一次被餐厅老板赶出去，这要是传出去，开电池也没法提成。老板这个没在看，还有时候电池摊上旁边还想去提成，哪怕不留下来吃饭，也要老板为自己交代。话到底，我最近闹事，现在有病人需要急救，还能来自江雅的人。这次帮江雅收活的是中途运输售的，他说了句公道话，其他看热闹的在这里耽误人家休息。这个小姑娘刚才可是帮了老板大忙，在大家看来，江雅帮着抢救了对手，那就是让悠然居没天理。庞老板把江雅当作上级管理，我们电池想要变现，可现场已经没人听他说话，一群人灰溜溜的样子。电池看着悠然居的牌子，而邵院长这才又看向走吧，你随着救护车去，底下的真除了你李老师没人跟他。江雅摸了摸，早知道邵院长我就不搬门弄上门少来这一套，跟上。邵院长举着的小姑娘急救医生不说，哪怕刚才已经介绍了说小姑娘，但急救医生不太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高手在面前？江雅朝老太太挥挥手，你先吃着，我去一趟医院就回来。江老太太皱眉，救人是重要，孙女还没吃饭呢，您和白先生在这好好吃，我让人打包去。我说，庞律师作为悠然居的老板，自然也要跟着去做几做，后面还要让警方来取证，确定周少发给他们的事物没有任何问题。庞老板接下来还是我去吧，白事业总开口也好，庞律师他如果这边也没人有事，主要还是你常委的，反倒是骗子，哪怕掌柜过去，掌柜的跟着白先生，他不是医生，在我们这边多有部署。庞律师这么说，掌柜自然也是。江雅显然没有放心，白事业后者就帮忙打包了饭抬到医院，这里飞机所以救护车也是中间的。他们到了医院，一群人赶紧把人送去抢救室。其实现在周少的暂时不会有问题，不过为了以防万一，他们还是先给他挂了。至于后续肯定是要查明周少发病。你说江家怎么回事？我挺信任的，我是江家的亲生子，趁着还没到罚站之前，邵院长把江雅拉到一边问话。邵院长还有来往的江雅，那天他这有这个小姑娘在院子里别晒草药也没错，还自己捣鼓着草药给医生送了包子，他扎着马尾，小脑袋换装格外可爱。林立贤和他抱怨说自己好不容易才做了个小姑娘，谁知道现在他连对师傅的皮肤都捞不着了。据说凡事要讲究先来后他只能委屈自己当个老师。说来话长，江雅看了，那就成了。邵院长一直在心中，好歹是老友的手，丈夫第二年就在悠然居被富二代收了，看着可怜。我和江思思被告走，我不是江家的人，今天在悠然居的老太太是我亲。江雅还真就简单的说，我看那个江家的二小姐最近态度不差，你好歹也在江家长大，他们是一年说什么当天就把人送回江家。邵院长能理解江家做错事，但他们突然就抛弃江，他也担心小姑娘要不是以后江雅笑道，他们不过进门，我才能彻底摆脱江家。邵院长为此他察觉到了江雅对江家的并非是针对江家的抛弃，他是真想和这家人团聚。江家连夜把他送回江家，这家人我也如果你们就来找我，你老师虽然不在了，但我这老家伙还能过去。邵院长对老友的爱自然也是爱护家。江雅是想，您看这一切，我也是不难受，他们都以为我奶奶是江家的财人，没解没解，却不知世界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江雅敢说随便一样嫁妆不嫁的女人财人，绝对不是江家能比的。邵院长倒是放心不说，这小丫头瞧着换回身份，过得更自由。就在这时，掌柜的带着白事业到，看到白事业，江雅有点惊讶，白先生怎么进来了？尸体没说话，白事业手里没纸盒，江奶奶担心喝着，叫我打包了一些饭菜带你。江雅愣了一下，怎么还送过来了？我这马上就能回去，耽误你吃饭了吧？白事业摇头，没关系，我那一份也打包了。江雅就更不好意思，这打包带来哪有在悠然居吃的？食盒一共好几盒，白事业把食盒打开，旁边的邵院长瞬间闻到了香味，是悠然居的暖养床铺。他好奇的看过去，江雅看了有半天，还带着你的小鸟，别在这吃，我给你这个地方。邵院长没去江雅找了个办公室，没有会。邵院长朝江雅招手，快进来，也没人，这会中确实没人。江雅抱着他，后面白事业的吃，这么跟着进去，小丫头你才这么多，你们两人也吃不如让我尝尝这暖养床。江雅一头黑线，难怪邵院长这么积极给他们煮吃饭的地方，感情是为了自己吃的。饭很快就动，江雅委婉的拒绝他，没关系，我可以让人去食堂打饭，这里就有多的一菜一筷子，只
少院长是还为人讲借口，之前这份书上都还没写完，就说是江雅没办法探证白石，白石也看出来了少院长和江雅之间关系，他点头。少院长想调调自然可能很好。少院长轻声的拍了拍白石，这个年轻人，他赶紧让自己帮着又给他们贴了2个招牌牌，然后才江雅还没吃几口呢，就到拔针的时间，他只是把小伙子和小雅是关系。少院长问的是家里老爷子已经不太太什么。少院长擅长懂，白石也没做啥就开始说话。少院长，倒也觉得这人应该靠谱，不交的孙子，莫非老太太多好人，家中有病。少院长，若非家中有病，白石也应该不会这么关注他。我家老爷子风湿严重，如今几乎到了瘫痪的地步，每到天冷的时候，他的腿就翻新的疼。白石也走了。我们本来是想找你，但江雅说江老爷子不在了，他可以帮着看看。少院长坐着不找他，他在学路上深耕历史，就连我这个老头子也没事。前2年听说他的2位老师还在为他将来事业中开始。白石也没想到少院江雅下着，如果你实在不能，我可以跟着一块去看看。千里迢迢从地都跑来这说明白家老爷子的命是不然怎么可能找不到你们人？树叶一方，他们听说李有他的治疗公司的手段，白石也知道，他确实不放心江雅，若是让少院长跟着去互相其实白石也早就有了两手准备。江雅告诉太医，若真不行，他就让人加快速度寻找那名在暗网或者手的人，你不用有顾虑。少院长一想到神拍到底，白石也是摇头。小雅是个豁达的姑娘，再说了有我帮忙背书，她高兴还来不会一直生气。白石也早已经判定，那就多谢少院长为他们念叨的江雅，因为朱少拔这人也习惯了，是他看见江雅大人这位美丽的小姐，所以就是听我的朋友说，就是我的客户，可以留个联系方式了。朱少清醒过来，看见江雅，那是一刻不能的事。江雅手里还捏着几件修理，这会儿你也跟搭讪，皮笑肉不笑，我看病人还没就护住家姐，就一时看出来了小姑就是他还没说话，朱少一看见这么小的人，对着江雅连连摆手，如果不是为我自己事，他也不是江雅先生了。江雅见没分身上，把定针消好后就回到办公室继续吃饭。可就在这时，护士突然敲门，少院长，之前的病人家属找江小姐，2人闻言都是一愣，然而家属也跟了过来，一起的还有那个，为了在他父母面前，由家族说了不少，周总，他就是那出手扎针的。他年纪这么小，万一周少说了什么？